我是徐如 YouTuber 露露露。这次要带来的是关于官方在 1.6 版本前瞻直播的重点总结。除了有露露整理好的重点之外，也会补充一些能够提前准备的资讯。随着夏天要到来，也将会有充满阳光、沙滩、海浪的活动内容。本次影片将会分成以下重点：角色卡池、新角色、新时装、新武器、新 BOSS、新剧情、新区域、系统优化、家园新功能、羽球节活动和到期城预告。影片开始前，若你还没有订阅露露的频道的话，可以先订阅一下哦。1.6 版本更新后的第一个卡池将会是复刻可莉，距离上一次可莉出的时间也已经7个多月。可莉在当时可是人气十分高的一位角色哦，火系主 C 的定位加上超萌惹人爱的外形，以萝莉控和收藏为主的玩家来说，若是错过的话，这次可要把握机会。若以使用度来看，若当前的你还没有强力火系 C 位的话，也会推荐抽可莉。若已经有可莉，也可以考虑在这次卡池复刻将可莉的命做往上补，不论是2命、4命或是满命，都能让可莉有更好的提升。若是想要了解关于可莉整体的培养方向以及 1.6 版本的队伍搭配的话，露露也会在可莉池复刻后再做一支专门的影片。随着可莉卡池复刻后的下一个卡池，就是首位到期城的角色风原万叶登场了。随着万叶的登场，也将为我们拉开 1.7 版本到期城登场的序幕。由整体的技能组来看，是一个类似于萧能够下坠攻击加巨怪的快乐风男，微风属性的单手剑角色。虽然身为到期人，但目前处在北斗姐的南十字船队上，影响万叶技能的属性为元素精通，等级突破后所增加的属性也是元素精通。队伍的定位目前还比较模糊，露露推测可能比较偏向是满命前为辅助项的副 C， 满命后可战场输出的类型。万叶的一技能千早阵能够在空中状态时就释放，释放时能够将敌人击倒并小巨怪牵引在一起，同时产生气流使万叶能够凭空飞起，在空中的万叶就能够借此进行下坠攻击，形成风元素伤害，下坠后会再形成风穴牵引敌人。若解锁被动天赋香纹之剑法，在千早阵施展时接触了水火冰雷等元素，也会使元素伤害形成转化，并造成一定比例的额外元素伤害。Q 技能万叶之一刀会造成风元素范围伤害，并形成一个领域，除了会持续对领域中敌人造成伤害，同时也会和元素战技一样能够被其他元素转化。染色后的领域可以有4种，是一个露露觉得很有艺术感跟诗意的大招。搭配被动天赋风物之诗咏，基于万叶的元素精通，可以为队伍中的成员增加对应的元素伤害。这里也先提供给肉肉们万叶的突破材料参考，以方便提前来准备。首先，万叶升级的所需突破材料魔偶鸡心和海灵芝，都需要从 1.6 版本更新后的新 BOSS 来讨伐获取。若是要将万叶突破到90等的话，所会需要花费的材料有：自在松石碎屑1个，自在松石断片9个，自在松石块9个，自在松石6个，魔偶鸡心46个，海灵芝168个，寻宝压印18个，藏银压印30个，绝境压印36个，摩拉42万。再来，若是要将万叶的单一天赋提升到10等的话，将会需要以下材料：勤劳的教导6本，勤劳的指引21本，勤劳的哲学38本，寻宝压印6个，藏银压印22个，绝境压印41个，流金之灵6个，知识之冕1个，摩拉165万。其中流金之印是要讨伐惹陀罗王来获取的哦。在 1.6 版本中，风元素的扩散反应也将会是一个版本玩法重点。后续等到万叶角色正式推出后，露露也会再制作相关的角色分析和搭配影片哦。这次也将推出2把新武器，首先是5星单手剑，也是 PV 中万叶所持的单手剑，外形上类似于5星大剑松濑响起之时，副词条为元素精通，也是目前唯一副词条元素精通的5星武器。提升10%伤害外，当触发元素反应时会产生符咒，累积2枚符咒可以带来12秒的普攻重击下坠伤害提升16%，攻击力提升20%，CD 为20秒。若与万叶搭配起来，看似是偏向辅助功能的专属武器。这次推出的新的4星弓幽夜华尔兹，从外形上来看与菲希尔十分契合。副词条提供的是物理伤害加成，效果则是普攻命中敌人5秒后的元素战绩伤害将能够提升。其实也和菲希尔跟奥兹非常搭配，因此若是有练菲希尔却还没有一把适合的武器的话，幽夜华尔兹或许也是不错的选择哦。多多可故事集是能够从 1.6 版本海岛活动中可获取的限定奖励，也和过往活动一样，都是能够拿到满金链的。副词条提升的是攻击力趴数，以书的外形来看与可莉十分契合，作为活动的奖励来说也很有收藏价值。提供的效果则是普攻命中敌人后的6秒内重击造成的伤害提升16%，
终极命中敌人的6秒内，攻击力提升8%，也是和可莉十分契合的法术。而既然契合可莉的话，也会适合可莉下位的烟飞哦。这次改版会推出2套角色的新服装，请团长的时装海风之梦可以直接在商店中购买，售价约是1680创世结晶。活动期间会有折扣为1350创世结晶。芭芭拉的时装闪耀协奏则是完成回声清虚活动后可免费领取，获取方式是在海岛中搜集回声海螺即可。假如活动错过后，后面也可以在商店中购买，只要干满就能拿，请各位一定要拿！新的 BOSS 魔偶见鬼，哎呦，见鬼哦！看上去带有10分浓厚的盗漆风格，会跟着这次新出的海岛地图时装后出现在其中一座海岛上。主要的元素攻击为自带扩散反应的风元素加冰元素，在血量降到一定数值时会产生分身系统攻击。不同的元素分身也可能会有不同的攻击方式。和转换属性的惹陀龙王相比，魔偶接轨感觉又是变态不少了。加上这只 BOSS 的冰抗也高，还必须勇敢的正面对决，否则就会格挡伤害。万用 BOSS 单挑女王干预，不知道在面对魔偶见鬼上会不会碰到铁板呢？新的剧情魔神任务第2篇章也将推出，也会与本次新角色万叶以及北斗有关。从前面中里所提到盗漆城目前为锁国的状态，这次剧情任务也让我们离盗漆城越来越近了。这次 1.6 也将开放新的海岛区域，又是一个新的拍照好地方了。只要从特殊的锚点就能够召唤浪船，还能够跟好友在海上一同奔驰竞速。海岛地区会有新的采集物、解谜机关和世界任务。万叶的突破材料海灵芝应该也是要在此搜集的。另外，从官方的直播画面中的奖励界面也有看到一个北陆原配之匣，可以任选一种武器原配哦。以往一直打不到原配的肉肉们就可以期待一下这个奖励咯。第一个活动主要是驾着浪船发射大炮攻击啾啾人的哨塔，或是手动离开船灯塔将啾啾人消灭。海上也会有一些障碍阻挠，像是漩涡或风屏障之类的。第2个活动则是在时限内透过开船和滑翔2种方式来吃到最多的光球，吃的越多分数就越高。现在不只是看你滑翔执照是不是用鸡腿换的之外，连开船也要考验呢。第3个活动就是要我们去打倒新出的精英 BOSS 魔偶见鬼。第4个活动则是透过3种不同效果的羽球爆弹来击败魔物，同时也看到解锁新的成就。第1个活动游戏是需要在现实内想办法击败越多的魔球嘟嘟宝，透过角色身上一个类似仙灵的光盾来回击魔球，可以和好友联机一起双打挑战，搜集妙妙齿轮可以兑换活动奖励及新的活动专属名片哦。无尽作战的玩法是透过启动分散在海岛各地的机关来挑战副本，选择的难度越高，积分倍率越高。过程中也可以透过羽球来获得增益效果，提升通关效率，可以获得原石和其他素材奖励。这次的挑战活动类似于之前的无相交响式挑战活动，出现的 BOSS 为泉水精灵、火焰龙虾公以及新的 BOSS 魔偶见鬼。选择好要挑战的 BOSS 后，可以再搭配对应加成伤害的角色进入应战，可以多人联机，也可以选择难度来增加挑战成功后所得到的积分。挑战活动也有一个活动专属名片。以往大家在找讨伐怪物的时候，怪物讨伐完都要再打开冒险之阵重新追踪一次，优化后将会调整成自动追踪下一只怪的位置。PC 版新增了按 O 能够直接进入到好友界面，按 L 能够直接进入到队伍配置界面。以往在打圣物副本前都会忘记里面的怪有哪些，进场后才发现怪物对角色的攻击免疫。调整之后将可以在入场前直接看到怪物的组成，就可以在入场前搭配上适配的角色入场咯。展览后将可以选择8位自己喜欢的角色入驻自己的陈歌湖，入驻的角色会占用陈歌湖的负荷，在 1.6 版本后就能够把你的老婆或老公都娶回家啦。入驻后的角色可以跟他们对话外，也可以获得好感度提升。随着洞天仙力的等阶越高，好感度提升的速度也会越快。同时，若是在摆设物品的时候有角色喜欢的家具套装的话，就能够让这名入驻的角色给你一份惊喜礼物。由画面中也可以看到有原石、摩拉和元素突破碎片。怎么办呢？以后我都只想待在这里，不想出去了，怎么办呢？最后是来自你老婆神里灵华的来信。经过2次前瞻直播都有盗漆城的爆料内容，相信 1.7 版本差不多就是盗漆城的时装了。本次爆料的场景地图主要为盗漆群岛的其中之一的海奇岛，被雷暴覆盖的青睐岛，被迷雾覆盖的鹤关，神秘的鸟语巨树和植物，冥神岛上的冥神大社。最后神里也说他将会在盗漆城上等待旅行者到来的那一天，或许是在暗示等到 1.7 版本时装后，神里也将推出卡池了。以上就是原神 1.6 版本前瞻直播的重点和补充。这次的活动和改版内容又是一个非常丰富又让人期待的东西，
同时也想问大家，你们的肝还好吗？要撑下去啊！洛洛这次有看到盗窃城爆料后，也是越来越期待了。虽然官方直播中没有提到，但这次的海岛应该也会有符合自然的涨潮和退潮机制。从很多的地图和建筑设计的小细节，真的觉得很精致。越来越快觉得提瓦特大陆快变成另外一个避世的世外桃源，一不小心真的会和游戏内的角色累积越来越多的情感。不知道你们是否也期待1.6改版呢？这次洛洛也有多补充一些官方没有提到的细节，方便大家往后查阅。后续洛洛也会再制作相关的影片，有任何问题可以在底下留言，洛洛都会一一回复。决定影片内容时也会分享给更多人知道。若是想支持洛洛的频道内容，也可以点击加入按钮来全卤肉吧会员，并成为正式当众。最后喜欢洛洛的影片，可以点击喜欢，给洛洛一个鼓励。目前每周日晚上也会固定直播游玩原神，每周一的晚上9点半更新影片。我是 YouTuber 露露露，我们下次见喽！